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双截龙2代的 Open World 重置版。这个版本是我玩过的双截龙系列的一个比较成熟的重置版本。基本的战斗元素，还有人物贴图等等，还能看见2代的元素，但是呢，打击感、招式方面有了比较大的变化。这种抓取人有了终结技。有一点是 FC 的双截龙2代，它的拳脚是根据方向来定位的，但这个版本是有了单独的拳键和脚键，而且脚也能往前踢了。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铁膝盖，铁膝盖一旦用出去之后，它是不能转头的了，不像2代那样灵活。但是这仍然是本作一个非常可靠的攻击手段，攻击力也不低，是我方最强力的输出技能。说它可靠是因为本作的敌人加入了格挡，这种格挡非常强力，如果发动的话，包括我方的旋风腿都会被挡下来，把他们送下去。换了一波兵之后，地上的物品并不会消失，这也是一个改进。刚刚这记飞脚他就挡住了，抓取人最多可以打5下。刚刚这下是一个压起身，压起身是2代就有的一个操作，但是当年的压起身应该是一个近身的膝盖，在这里变了。变成了一个小跳的攻击，但是这招不大好用，压起身经常会被敌人打到。这里的场景看起来很空旷，感觉人物贴图变小了，场景变大了。掏棍子的攻击力也变小，他已经挂了。敌人挂的时候会有一个特殊的音效，和他平时倒地不一样。应该是最后一个了，扔下去了。BOSS 战，打这个 BOSS 肯定要把它扔下去。引过来，它的鞋是绿色的，头盔是灰色的，这2个换一下颜色会变得更强，互换一下。第二关变化比较大，大家注意后面的背景是一个多层的背景，显得比 FC 版要华丽一些。这有个拳击手，原版是没有的。还有个人压了个起身，被打了一拳。这里的血量计算还比较精细，我掉了又1/4根血，大概。哦，看这飞机这子弹射得多快！把人顶下去，这样提高攻关的效率吧。游戏一共是9关，算上最终 BOSS 的话。当然啦，有的关卡比较短。应该是清完了。这个场景就是一个新的场景。敌人的配置也比较新。基本上每个小兵就是一个旋风腿接一个铁膝盖就完事儿了。
铁膝盖还是无敌的，不像 FC 版，它是可以和敌人相杀。这里不要在这个平台的右边使用铁膝盖，哪怕前面还有墙，你也会掉下去。游戏毕竟是换了引擎，所以说很多的判定和 FC 版不一样。用老眼光去玩的话，会有吃亏的现象。又来飞机了，我的天！看这个家伙射得快，需要补一补。躺了一地啊！这7、8个人转眼之间就被解决了。应该是没挂，还会再出来。这个射道好像更快。并不是所有的情况快都是好的。地上应该是躺了10多个人。FC 版是因为机能限制，所以说敌人挂了之后必须把它消除掉。这个引擎的话就可以继续显示了，这样玩家会更有成就感。刚刚这一段场景都是原版没有的。好，飞机了，那是 BOSS 战。扔的手里剑看得更清楚了。我为什么向右边顶，它往左边飞？我这个还没挂。手里剑不要钱。跳进了飞机。这个场景的飞机门是打不开的，应该是没办法处理吸力的这种场景，可以用传送带的方式来解决，但是应该是比较难做。3个铁膝盖，1个旋风腿，才把阿波波解决掉。有2个棍子，过关。这3个家伙非常难，对，你看他扔的东西，速度极快，量还大。另外有一点，我为什么经常用铁膝盖呢？因为这个版本的敌人一旦开始打你，经常会一顿连击，而且你的人物不倒地，掉大量的血。游戏的难度也体现在这里。前面的关卡难度还可以，最难的是第7关，各种机关那里，因为它的操作手感和原版不一样，而且还有 bug。这个 bug 到机关那里我再跟大家说。那个 bug 直接导致出剑杀。原版这个场景直接就下来了，但这里还有一段电梯战。所以在内容上它是比原版丰富的，打击感也做得不错，画面也要更好。
感觉 BGM 的音质也更细腻。旋风腿、铁膝盖。门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？应该也不是时间，时间怎么会有80秒？哦，这里的天花板很高，那不会出现跳起来撞头的情况。把它推到尖刺下面去。扎了他一下，好像扎这一下不太疼。一会儿还要扔飞刀的敌人。这里原版的背板大家应该已经特别熟了。这个飞刀我也想捡。哦，中了一发飞刀4滴血，好像，好疼啊！哎，他被扎了一下。被这东西扎真的不疼。又一关。哦，这两个小兵好脆啊！我印象当中血量不正常的小兵就是这个，当然它应该是在下面这个平台上，原版的话是这样。就不管什么难度，它的血量都非常少。哦，下面铺上大块的木板了。这些勾拳打得真高呀！送下去洗澡。这个已经挨了2记旋风腿了。我天，还有！游戏的文字是俄语的。大家也就知道做这个游戏的小伙伴是哪个国家的。这个货卧轨了呀，这是。这里一会儿还要开出火车。这个火车的难度比原版要低。对，因为这种跳跃它能够直接站到上面的台子上，原版不可以，并且呢，这个版本没有蒸汽。小兵也跳得好高。从车头就飞出去了，这下飞得真远。拳击手有3个。这个 BOSS 稍弱。
可是很抗打呀。这关也不难。屏幕上方的眼睛都还原了。哦，那个家伙好惨，掉下去了。哎，自杀了一个。这里的难度比 FC 版的普通难度高一点，比高难度低一点。好的，来了，最难的地方。这个地方走下去，对，第一次不知道玩法，在这很容易挂。跳的话就中计了，所以这个坑挖得很深。后面还有。这是2连踢，原版没有正面的踢。别了我一下，应该没关系，因为切换场景还会回一点血。这个设计很人性，切换场景了，可以得到一点点休息。游戏真的不是归牛顿管啊！向左顶人，人向右飞出去，这里也非常难。刚刚这一下特别难跳，站的稍微向外一点就掉下去了，站的稍微向里一点就跳不过来，所以这个地方真的很难。前面还有更难的地方。好，这应该是整个游戏最难的地方啊！难点在于它和原版判定不一样。好，感谢尖刺不杀之恩。bug 就在这里，在这个平台上，你必须踩这个齿轮再往前跳，不要想着直接跳到下一个平台上，因为你如果不踩这个齿轮的话，直接到这个平台上，这个平台就带有齿轮的转动的效果。我的天，这个地方掉下来差点挂掉。这个原版就挂掉了，但这个版本呢，在空中你还可以再闪躲一下。就这个地方必须站这个齿轮，不然这个平台就会强制把你转下去。它就带有齿轮的滚动效果，应该是一个 bug。看起来是个平台，但是踩在上面像传送带一样，而且非常快。直接把它送下去。又一个 boss。好，游戏最艰难的部分咱们已经过来了。我第一次打到那个场景的时候，练习的时候，我还想，这个齿轮我不用踩了，我直接跳到前面去多好。结果跳到前面去往上一站，就被那个平台给传下来了，比传送带都快，而且直接掉坑。快 BOSS 战来了！他的形象好像会抓人，
个好像是阿波波和壮汉的集合体，会抓人，会一顿快拳。不抗打呀！这关把他们两个扔下去吧。都下去了，又来一个，这他自己跳下去的呀。这里我不敢直接往下跳，咱们还是走楼梯吧。我怕因为游戏的机制不一样，跳下来直接算你掉坑里。阿波波，哦，这个阿波波头发好浓密啊。就是这个货。两个旋风腿等于一个铁膝盖。那这一帮家伙的血量应该是3个铁膝盖，像这种 BOSS 还能多挨一下。4个，一会儿打影子。这个影子和原版的性能差不多，但是非常的抗打，而且伤害很高，并且它影子打你是有特效的。这个一会儿咱们吃一记影子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哦，一个旋风腿打了我3格血。这就是影子攻击啊！对，刚才说咱们吃一击的，那下次吧，下次一定。就这样，按照附体之后，他是用你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，打完了之后呢，会有一个硬直，影子还会接其他技能。我的天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像一个体系盖打了我9格血，太狠了这个！好，冲击波，好的，过关。他铁膝盖2记肯定能打死我。最终 BOSS 战了。最终 BOSS 的头发个颜色值得商榷啊！这样顶不到他。这个货吃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失去隐身能力之后他吃什么我就知道。哦，给了我2下。原版的话，他跳起来的旋风拳特别狠。没了隐身能力之后，他吃平 A， 而且他吃某一个节奏的铁膝盖。太抗打了吧！吃了多少记铁膝盖了？前半部分还没结束呢。这如果一记铁膝盖9格血的话，这个货恐怕有200格血左右。好，给了我一记旋风掌，看这个旋风掌才打了4滴血。
他吃这个平 A， 但是用平 A 打他太单调了。就这个节奏的铁膝盖他是吃的。咱们带一带屏幕，把它带出来。平 A 他肯定吃，用平 A 就能打死他。后退，和那些机关来比，最终 BOSS 反而比较容易。我感觉差不多了。就这个节奏，能一直吃到死。好的，通关。那这个家伙挂了之后，玛丽安就诈尸了，不是，就复活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双截龙2代的 Open World 重置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